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我要聊的是大概在爱尔兰的花费情况。我自己是住在都柏林，是这边的首都，然后应该算是这边花费最高的城市。然后下面呢，我分几个方面来介绍一下，大概在都柏林你有可能的花费的一个情况。首先呢，我给大家讲一下，第一个是房租。房租的话，都柏林算是非常贵的。如果你在都柏林市中心住的话，我这边会放一张图，等于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在小圆圈里面的这个算都柏林市中心，大概包括都柏林1区、2区、3区、4区、5区。应该到9区，然后如果你想在这个圈圈里面市中心里面找房的话，大概会花费到你一个卧室的房间，然后加那个客厅的话，大概可能会到1600到2200左右，要看你我说的大概这个水准是。你知道一般的水准，如果你想找非常豪华的，可能会更贵。然后，如果你在圈圈外面的话，这个外面的话，如果找一个卧室，然后一个客厅的房子的话，可能会便宜一点，大概会到1000到1500左右，差不多可以找到。但其实如果你在这个圈圈外面找的话，基本上交通都还蛮方便的。主要是住在市中心有住在市中心的好处，你知道，可以随时去，知道餐厅哪里都是餐厅，然后购物啊、买东西啊那些都非常方便。第二个选择的话，可能是去找 studio。studio 是应该算是客厅和卧室连在一起，稍微面积比较小一点。但是我觉得 studio 的话，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，因为这边你找一间卧室一个客厅的那个房子太贵了。然后 studio 的话，还是先从市中心开始说。如果找一般般的大小的，差不多，我算一下，大概15个平方左右的话，你可能可以找到1500上下的 studio， 或者是更便宜一点。如果是在市中心以外的话，圈圈以外的话，你可能会找到1000块钱左右的 studio。studio 像我刚刚讲的一样，第一个是比较划算，然后你还是可以保证有自己私人的空间，所以说算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。如果你觉得前面2个选项的话比较贵的话，你还是可以选择去找跟别人合住的一种方式，这种方式应该算是最便宜的。像我来这边上学的时候，我刚开始也就是跟别人合住的。我讲一下我当时的经历，我当时是住在市中心，是都柏林1区叫 Capel Street，是地点挺好的，因为在非常市中心，等于是离那个都柏林的最
最标志的那个建筑叫 Spire， 一根很高的那个尖塔，是走路的话大概10分钟，所以说非常市中心。我当时是住在房间的尺寸大概是我觉得大概7平方米左右吧，7到8左右。然后我是和另外一个爱尔兰人一起住在一间房间，然后有2个床，其实还可以有一张公共的那个写字台。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要看你运气，因为这边我听到过很多，你知道朋友的故事是说他们合租的经历非常差，因为可能你碰到一个不爱干净的，或者是你知道派对很多的，所以说会比较看运气。我运气还不错，我大概从前到后的话有碰到过2-3个。就一起住了2-3个，在一间房间住的，基本上都还不错。然后我当时付的钱大概是，当时那个时候是2012年，我付的是300块左右，300欧元左右。然后的话是不包含水电费的，水电费我等一下会大概跟你们讲一下。所以说这个是合租的价格，这个价格也是7年前的价格，所以说我猜到现在的话，如果还在那一个地方，我同样的地方，那个是在圈圈以内，在同样的地方，我觉得应该会到550吧，我觉得涨200块应该是合理的，因为当时的价格是7年前的价格。然后如果合租的话，在圈圈以外的话，大概我觉得会更便宜，应该可能应该就是7年前的价格，大概300欧元。所以说，对于学生族来说，合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，非常省钱。然后合租，我想讲一下另外一个好处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合租的话，第一个，我当时是。除了我房间的一个人，还有另外一间小房间，等于是一共加起来3个人，而且都是老外。我觉得和老外住的一个好处是非常明显，你可以锻炼你的英语。然后你的英语的话，基本上你每天你都要被迫讲英语，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。另外一个好处的话，可能你自己住。跟别人合住的话，好处的话，可能就是你可以学会怎样跟别人相处，可以学会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，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有小狗，说实话，我当时合租的话，是一个挺快乐的经历，因为。就像我讲的一样，我当时的室友都非常好，而且我们经常的话会一起出去喝酒啊，一起出去社交啊。其实，我有很多美好的经历都发生在我当时跟别人合住的时候。而且我们当时有一个小小的客厅，然后我们基本上我们3个人很多时候都会经常邀请朋友来那边喝酒啊，然后喝完酒就横倒在客厅里面，横七竖八。有的时候一个晚上的话，可能有7-8个人，或者是4-5个人躺在客厅里面，所以说非常好玩。如果你比较喜欢，如果你不太喜欢和老外的话，或者是比较害羞的话，你还是可以找到中国人合租的一些地方。我跟大家推荐一下，有一个 APP 叫爱尔兰华人圈，你可以搜索一下，可以下载。那上面经常会发一些合租的一些那个广告，你一定可以找到跟中国人合租的房子，比较方便。然后另外一个，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网站是我当时用的，是我当时找房的一个网站，叫那个0086.IE。我不知道那个网站之前挺不错的，但现在来
现在来看的话，我觉得上面很多东西都变了，很多资讯我都找不到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大家还是用那个爱尔兰华人圈那个比较好，因为上面很多资讯都很全，都非常的，你知道更新的都很快。我刚刚讲的2个那个网站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就是华人在用的。然后另外一个这边是最大的当地的找房的网站，应该是叫 daft.ie。这个网站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在用，或者是其他老外在用。这个上面的话，房源会更多，选择性会更多。然后看你们自己的选择，如果是你知道，如果你偏向跟华人一起相处的话，就通过前面的2个去找房。然后，如果你偏向的话，想认识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话，你用 daft.ie 是非常好的选择。现在好像有夕阳，非常漂亮。另外一个租房的选择应该是住在寄宿家庭。寄宿家庭的话，应该我觉得是综合可以和别人相处，然后综合环境比较好的一个选择。因为寄宿家庭的话，我也住过，是刚来的时候我有住在一个寄宿家庭里面，大概的话是1周200欧元左右，然后1个月的话800，这个也是7年前的价格。寄宿家庭的好处你大概想也知道，就是说你的公共区域会比较大。我当时是住在一个大概3层的房子里面，但是其实我自己的房间是非常小的，我自己的房间可能还没有我当时住在你知道合租的那个房子大，大概我猜可能大概4平方米左右，比较狭小，就是一张很小的床，然后有一个小衣柜，然后有一个写字台。但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，它的公共面积非常大。这边景色还不错，看有夕阳。然后你知道寄宿家庭的话，第一个你可以和爱尔兰的家庭，你知道英语交流，可以锻炼你的英语，然后的话也可以了解当地的文化，非常快速的了解。然后另外一个，你知道在家里的话，你有电视啊，有沙发呀，然后公共区域有厨房啊，如果你自己想做饭的话，然后那些基本的生活设施都是非常非常好，非常完善。你要的基本上都可以在寄宿家庭里面找到。但是我猜因为那个价格的话，这边先留下，这边光线好像比较好，前面每次我在这边录影的话都光线非常暗，因为现在冬天，现在那个时长非常的短，大概在5点左右的话，我看现在几点？现在是4点09，因为现在差不多太阳就要下山了，现在光线就有点不怎么好。另外一个寄宿家庭的话，差不多我都讲了，价格，然后差不多吧，寄宿家庭差不多就这样。然后我当时的寄宿家庭是在都柏林的22区，所以说应该是在圈以外。我想一下，
寄宿家庭其实我觉得一般都会在那个圈圈以外，因为在圈圈以内的基本上都是公寓。我猜现在的价格，当时是200一周，我猜现在可能会涨到300左右吧，我猜350一周吧，差不多。现在这个是寄宿家庭的价格。